月球是被它故意放在地球旁边的吗？每天助眠2000秒，今天的血月大家都看到了吧？我是没看到，但是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你觉得月球熟悉吗？我相信每个人都会说，每天都见，当然熟悉。但我想说，你熟悉的这颗月球，实际上是太阳系里最奇怪的天体。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开玩笑？我当然不是开玩笑。月球身上有着太多解释不通的异常，这些异常单独来看，也许还能用科学解释，但当它们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极其不可能的完美组合。它的质量异常大到不像一个自然形成的卫星，它的成分异常，与地球的相似度高到不可思议，它的轨道异常精确，得像是经过人工校准，它的功能异常，没有它就没有地球上的生命。现在调整一个舒服的姿势，盖好被子，让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科普助眠。第1章，质量之谜，月亮为何这么大？首先，让我们从最基础的开始。你有没有想过月球有多大？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傻。月球当然很大了，它比太阳小得多，但比夜空中所有的星星都亮。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它，它还比地球上所有的山脉都高。这是一个孩子都能回答的问题。但我说的大，不是指它的体积大小，而是指它相对于地球的比例。让我告诉你一个可能会颠覆你认知的事实：月球和地球的质量比例在整个太阳系中都是独一无二的。为了理解这个异常，让我们先把目光投向太阳系中的其他岩石行星。火星是我们最近的邻居，它有2颗卫星，火卫1和火卫2。这2颗卫星加在一起，质量也只占火星质量的约0.0002%。什么概念呢？如果地球是一个100斤的人，火卫1和火卫2加在一起就只有2克重，简直可以忽略不计。再来看看气态巨行星的卫星。木星是太阳系最大的行星，它有几十颗卫星，其中最大的一颗叫木卫3，质量是木星的约0.025%。这个比例看起来比火星的卫星大多了。但如果我们把木星比作一个100斤的人，木卫3就只有25克重，还是非常小。然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月球的时候，情况变得完全不一样了。月球的质量是地球的约1/81。这个比例换算成刚才的比喻，如果地球是一个100斤的人，月球就是一个1.2斤重的婴儿。这个比例是其他岩石行星卫星的数百倍，甚至数千倍。换句话说，在太阳系中，其他行星的卫星都是跟班，只有月球是兄弟。我来做一个更形象的比方，如果把太阳系中所有岩石行星的卫星都扔进一个大熔炉里，让它们比赛质量，你会发现月球自己就能碾压所有对手。即使把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的所有卫星都加进来，它们的总质量也远远不如一个月球。月球的大到不讲道理，大到不像一个自然形成的卫星。你可能会好奇，月球这么大又怎么样呢？大一点，小一点，有什么区别吗？区别大了去了，因为月球足够大，它的引力足以影响地球的自转轴。正是这种引力效应，地球的自转轴才能保持稳定，倾斜角度始终维持在23.5度左右，不会像喝多了假酒一样大幅晃动。这对我们来说至关重要，
因为正是这种稳定的角度，让地球有了分明的四季，有了规律的气候变化，生命才得以在漫长的演化过程中逐渐复杂化。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月球的引力牵引，地球就像一个喝醉了的陀螺，自转轴会剧烈摆动。科学家通过计算机模拟发现，没有月球的地球，其自转轴可能在0到85度之间随意摇摆。这意味着在某个时期，地球的北极可能直接指向太阳，整个北半球都会陷入永恒的极昼。而在另一个时期，地球可能会躺在轨道上运行，就像现在的天王星一样。想象一下那种场景吧，春天还是正常的，但到了夏天，太阳可能就不落山了，整整几个月都是白天，气温飙升到50-60度，所有河流都会干涸，所有生命都会死亡。然后冬天来了，又是几个月没有阳光，气温骤降到零下几十度，整个星球被冰雪覆盖。这就是没有月球的地球，一个生命难以存活的地狱。所以，月球不仅仅是一颗卫星，它是地球生命的稳定器。没有月球，地球可能到现在还是一颗荒芜的岩石星球，不会有任何生命，更不会有你和我。这就产生了一个细思极恐的问题：月球的刚好够大，是巧合吗？还是说，有什么力量刻意让月球变得这么大，好让地球能够孕育生命？我们不知道答案，但至少现在你应该明白一点：夜空中的那轮明月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小跟班，它是地球的双胞胎兄弟，只不过这个兄弟被甩到了天上，永远围绕着我们在旋转。第2章，成分之谜：月亮为何像地球？你可能听说过被无数人质疑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从1969年到1972年，共有12名宇航员登上月球。他们不仅带回了科学数据，还带回了约382公斤的月球岩石样本。这些岩石样本可能是人类最珍贵的科学遗产之一，因为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发现了一个让所有科学家都震惊的事实：月球岩石的化学成分与地球高度相似。具体来说，月球岩石中的氧同位素比例与地球完全一致。氧同位素是什么呢？简单来说，就像每个人有独特的 DNA 一样，每个天体也有独特的化学指纹。通过分析氧同位素的比例，科学家可以判断2块岩石是否来自同一个天体。正常情况下，如果月球是一颗独立形成的天体，它应该有自己的形成历史，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一样。它应该有自己的化学指纹，这个指纹应该与地球有所不同，因为在太阳系中，不同区域形成的物质，氧同位素的比例会有细微的差别。然而，检测结果显示，月球的 DNA 与地球的 DNA 几乎完全相同。这只能说明一件事：月球不是从太阳系其他地方流浪来的孤儿，它是地球的亲生骨肉。这就奇怪了。我们之前说过，按照传统理论，月球应该是地球通过某种方式捕获的外来天体，但成分分析的结果却显示，月球分明就是从地球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为了解释这个矛盾，科学家提出了大碰撞假说。这个假说认为，在约45亿年前，一颗火星大小的原始行星叫推伊亚撞击了早期地球。
剧烈的碰撞让地球和忒伊亚都变成了炽热的熔融状态，无数的碎片被抛向太空。这些碎片在地球周围形成了一个碎屑环，就像土星的光环一样。随后，这些碎屑逐渐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今天的月球。大碰撞假说可以解释很多问题，比如月球为什么与地球成分相似，因为它确实是从地球身上掉下来的物质形成的。但这里有一个致命的问题，计算机模拟显示，大碰撞产生的碎片应该富含忒伊亚的成分，而不是几乎100%来自地球。换句话说，按照大碰撞假说的预测，月球应该有大约10%到30%的质量来自忒伊亚，但实际观测结果是，月球的成分与地球几乎完全一致，忒伊亚的贡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是一个巨大的科学悖论，就像你去做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孩子100%是你的血脉，但所有证据都指向孩子应该是你和另一个人的结晶。这种矛盾让科学家们非常困惑，因为现有理论无法解释这个观测结果。要么是大碰撞假说错了，要么是我们对行星形成的理解有根本性的缺陷。也许在45亿年前发生了某种我们现在无法想象的极端事件，这个事件如此剧烈，如此特殊，以至于产生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不可能的结果。当然，还有一些更激进的想法。有科学家提出，也许月球根本不是在太阳系中形成的，而是被某种智慧力量放置在地球旁边的。虽然这种想法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支持，但它至少可以解释为什么月球与地球如此相似，因为它们本来就来自同一个工厂。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也许再过几十年，我们就能找到答案。但现在，让我们记住这个事实：月球的化学指纹与地球几乎一致，就像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它是地球的亲生骨肉。这种血缘关系，在太阳系中找不到第二个例子。第3章，轨道之谜。月亮为何这么乖？如果你有机会贷款买个宇宙飞船，当你从太空观察月球，你会发现它的轨道简直乖得不可思议。这是一种精确到令人发指的程度。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月球的轨道形状。地球围绕太阳公转的轨道是一个椭圆，有近日点和远日点，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事实。但月球围绕地球的轨道呢，它几乎是圆形的，偏心率只有 0.055。0.055是什么概念呢？如果把月球的轨道画成一个鸡蛋，它圆的几乎像一个完美的篮球。在太阳系中，大多数卫星的轨道都是椭圆形的，因为它们形成于圆形星盘的复杂动力学环境，各种引力相互作用会让轨道变得不规则。然而，月球的轨道却圆得不可思议，就像经过了什么人工校准一样。当然，完美的圆形轨道在自然界中几乎不存在，月球的轨道只是接近圆形。但正是这种接近，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它是自然形成的，还是被某种力量调整成这个样子的？其次，让我们来看看月球轨道的倾角。月球轨道与地球赤道平面，也就是地球的腰线，有一个约5度的倾角。这个倾角不大不小，恰好落在某个理想范围内。这个恰好有多重要呢？如果倾角更大，地球的季节变化会更加极端，
因为太阳直射点的移动范围会更大。如果倾角更小，日食将变得极为罕见，而且地球的自转轴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5度，这个看似不起眼的数字，实际上是维持地球气候稳定的关键参数之一。还有一件更神奇的是，月球正在以每年约 3.8 厘米的速度缓慢远离地球。这个速度看起来微不足道，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它是经过精确计算的。如果退行速度更快，月球会在几亿年内彻底脱离地球的引力束缚，成为一颗流浪卫星。如果退行速度更慢，月球最终会撞上地球，引发灾难性的后果。恰到好处的退行速度让月球在数十亿年的时间里始终保持在一个安全距离，既不会太远，也不会太近。这让我想到一个比喻，月球的轨道参数就像是一个程序员精心调校的系统参数，每一个数值都恰好落在某个理想范围内，确保系统能够长期稳定运行。如果把这些参数都看成是随机产生的，那它们的组合几乎是一个奇迹。当然，科学家会告诉你，这些完美都可以用自然原因解释。比如，月球轨道的近圆形可能是潮汐演化的结果，5度的倾角可能是太阳系形成初期各种引力博弈的产物，每年 3.8 厘米的退行速度是潮汐摩擦的必然结果。但我们仍然要问一个问题，如果自然演化真的能产生这样的完美组合，那为什么太阳系中再也没有第2个类似的例子？地球、月球系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异常。也许在宇宙的某个角落，有无数颗行星在诞生和消亡，但像地球和月球这样的黄金组合，可能几十亿年才会出现一次。而我们恰好诞生在这个组合上，恰好能够仰望夜空，恰好能够思考这个问题：这究竟是命运的安排，还是某种更深层的设计？也许这个问题永远不会有答案，但至少现在，每次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可能会多了一层思考：这颗乖得不可思议的卫星，究竟是自然的奇迹，还是某种精心策划的结果？第4章，潮汐锁定月亮为何只展示一面？你有没有注意过一个问题？无论你什么时候看月球，看到的永远是月球的同一面，月球的背面我们永远看不到。这并不是因为月球没有自转，恰恰相反，月球有自己的自转，只是它的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完全相同，都是约27.3天。这种现象叫做潮汐锁定，是太阳系中非常常见的现象。当较小的天体被较大天体的引力长时间作用时，会产生一种叫做潮汐力的力量。这种力量会让天体的形状发生微小的变化，产生潮汐隆起。就像你用手揉一个橡皮球，揉多了之后，橡皮球会变成椭圆形，最终会稳定在一个特定的姿态。在我们的太阳系中，很多卫星都被自己的行星潮汐锁定了，比如木星的木卫2、土星的土卫6，都永远以同一面朝向自己的母星。所以，月球被地球潮汐锁定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月球的潮汐锁定有一个不寻常的特征，它的自转轴几乎垂直于轨道平面。这意味着，无论月球在轨道上的哪个位置，它总是以正面面对地球，
而背面永远看不到地球。这种姿态看起来有点像是被设计好的监视器，无论地球如何旋转，月球总是以同一面注视着地球，它的眼睛永远盯着我们的家园，一盯就是几十亿年。当然，从科学角度，我们有自然的物理解释，月球的密度分布不均匀，它的质量分布让它自然地稳定在这种构型中。但这种自然解释并没有回答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为什么月球会形成这种特殊的惯性矩分布？在太阳系中，不是所有卫星都被潮汐锁定的，即使被锁定，它们的锁定方式也各不相同。木卫2的自转轴是倾斜的，土卫6的锁定方向也很独特。只有月球呈现出这种近乎完美的锁定方式，永远以同一面面对自己的主人。这让我想到一个有趣的类比：如果把地球和月球的关系比作一场舞蹈，月球永远是那个跟随者，它踩着地球的节拍，永远保持着同一个姿态。这场舞蹈已经跳了45亿年，而且还将继续跳下去，直到永远。也许这只是自然的选择，也许这背后隐藏着更深层的秘密。但无论如何，每次你抬头看月亮的时候，请记住，你永远看不到它的另一半脸。那张隐藏了45亿年的背面，究竟藏着什么样的秘密？也许只有等人类再次踏上月球，才能揭开这个谜底。第5章，生命之谜，没有月亮，地球会怎样？我们探讨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月球，地球会怎样？答案可能会让你脊背发凉。没有月球，地球可能根本不会有生命。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月球对地球自转轴稳定性的贡献。之前我们提到过，月球的引力就像一个稳定器，它让地球的自转轴保持在23.5度左右，不会大幅晃动，这对我们的气候至关重要。但如果没有月球呢？计算机模拟显示，没有月球的地球，其自转轴会在0到85度之间剧烈摆动。这意味着地球可能会像喝多了一样，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角度面对太阳。想象一下那种场景吧。当然，你是省下买酒的钱了，可是在某些时期，地球的北极可能直接指向太阳，北半球将经历数月甚至数年的连续日照，北极的冰盖会完全融化，整个北半球将变成一片炙热的沙漠，温度可能高达60-70度，所有的水分都会蒸发，所有的生命都会死亡。而在另一些时期，地球可能会躺在轨道上运行，自转轴与公转轨道平行，这时候地球的一面将永远朝向太阳，另一面将永远背向太阳。向阳面会热得像炼狱，背阳面会冷得像冰窖。只有在晨昏交界处狭长的区域内，才可能有生命存在。这种剧烈的气候变化将使复杂生命难以演化，即使最简单的多细胞生命，也需要数百万年的稳定环境才能进化出来。如果地球的自转轴每几万年就来一次大翻转，生命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环境，更不用说演化出复杂的神经系统了。也许会有一些生命力极强的微生物能在这种环境中苟延残喘，但它们永远不可能进化成更复杂的形式。地球会永远保持在一颗原始星球的状态，没有动物，没有植物，没有人类，
没有任何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除了稳定自转轴，月球还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制造潮汐。你可能觉得潮汐只是让海水涨落而已，对生命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我要告诉你，潮汐可能是生命诞生的关键条件之一。月球引起的潮汐在生命演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每个潮汐周期，沿海地区会周期性的被水淹没又暴露出来，形成了所谓的潮汐带。这些时而被水淹没，时而暴露的区域，被认为是原始生命形式的重要孵化器。在潮汐带中，浅水区的温度和盐度会发生剧烈变化，这种变化为简单的化学反应提供了能量和条件。一些科学家认为，正是这些周期性的变化，促使简单的有机分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更复杂的分子，最终产生了生命。如果没有月球，潮汐的幅度将大大减小。我们知道，潮汐主要来自月球的引力，太阳的引力贡献相对较小。没有了月球的牵引，海水只会受到太阳微弱的潮汐力作用，涨落幅度会变得非常小。那些关键的孵化器将不复存在，生命诞生的条件将变得极为苛刻。换句话说，月球可能不仅仅是陪伴地球的卫星，更可能是地球复杂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月球，地球可能至今仍是一颗没有任何生命的荒芜星球。这就产生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思考：地球拥有月球，究竟是巧合，还是某种必然？如果月球是被设计出来的，那么设计者的目的会不会就是让地球能够孕育生命？我们不知道答案，但至少现在你应该明白一点：夜空中的那轮明月不是地球的装饰品，它是地球复杂生命的必要条件。没有月球，就没有我们。第6章，文明暗示月亮与人类文明。纵观人类历史，月球始终扮演着核心角色。几乎所有古文明，从苏美尔到埃及，从玛雅到华夏，都有发达的月球历法和月球崇拜。在古希腊，月亮女神塞勒涅驾驭着银色的战车穿越夜空。在古中国，月亮之神嫦娥居住在广寒宫中，与玉兔为伴。在玛雅文明中，月亮的周期被精确计算到令人发指的程度。几乎所有的人类文化都有关于月亮的传说和神话。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月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在电灯发明之前，月亮是夜晚唯一的光源，月光的有无直接决定了人类在夜晚能否活动，能否狩猎，能否耕种。古人根据月相变化来安排农耕、祭祀、航海等活动，月满则亏，水满则溢。中国人根据月亮的圆缺来指导农业生产，潮汐的大小也与月相密切相关。沿海的渔民必须根据月相来安排出海时间，而且女性月经月事的这个词本身就暗示着女性的生理周期与月球周期有关，平均约28天，与月球绕地球1周的时间惊人的接近。还有研究表明，某些海洋生物的繁殖周期与月相同步，暗示着生命与月球之间可能存在更深层的生物联系。在所有这些例子中，最引人注目的可能是人类的登月行动。1969年7月20日，阿波罗11号月舱登降落在月球表面，阿姆斯特朗尼尔成为第一个踏上月球的人类。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离开自己的星球，踏上另一颗天体。这次登月有着深远的意义。从月球上回望地球，那颗蓝色的星球显得如此渺小而脆弱，就像宇航员奥尔德林描述的那样，我们飞往月球，但我们地球上的问题太多了。这种视角转变深刻影响了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理解，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宇宙中是多么渺小，多么脆弱。也许在设计者的蓝图中，月球在人类文明中的核心地位本身就是被预设好的，就像一个程序员在代码中留下的后门或彩蛋。月球一直存在于人类文明的中心，等待我们去发现它的秘密。当我们的祖先第一次抬头仰望星空时，月球就已经在那里了。当我们第一次学会记录时间时，月球已经是历法的基础。当我们第一次有能力离开地球时，月球是我们第一个踏足的地外天体。这是巧合，还是某种精心设计的剧本？第7章，终极提问。回顾我们之前的所有发现，所有这些异常，单独来看都可以用自然假说解释，但当它们叠加在一起时，出现了一个极其不可能的完美组合，就像一个被精心设计的系统。从统计学角度来看，这种完美组合出现的概率极低。如果把每个异常特征看作是一个独立事件，那么它们同时发生的概率是各个概率的乘积，最终结果可能接近于0。然而，我们观测到的恰恰就是这个不可能的组合，这就引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自然演化真的能产生这样的完美组合，那为什么太阳系中再也没有第二个类似的例子？地球、月球系统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独一无二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异常。在太阳系中有数百颗卫星，但没有一个像月球这样特殊。火星的卫星、土星的卫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卫星，它们都是正常的卫星，只有月球是异常的。这种异常意味着什么？也许我们真的是特殊的，也许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自然与人工之间的界限。在我们的认知中，自然意味着无目的、无设计、随机发生的，而人工则意味着有目的、有设计、有意图的。但如果宇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程序，那么所谓的自然演化可能只是这个程序的运行规则，而我们以为的自然现象可能都是被预设的代码。在这个框架下，月球不是 bug， 而是一个被写入系统的关键变量，它确保了地球能够孕育出智能生命，而这些智能生命最终将发现它的异常。这不是巧合，而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验证程序。当人类科技足以发现月球的异常时，就意味着我们已经准备好去理解更深层的真相。当然，你可以把所有这一切都归为巧合。月球的特殊属性都是自然形成的，我们只是恰好诞生在这个特殊的系统中。但这仍然无法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是地球？为什么是月球？无论答案是什么，我们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个值得珍惜、值得感恩的奇迹。晚安，愿你的梦里也有月光的陪伴。